大家好，我是担任第3周课程的中南大学高明秀。第3周我们将讨论高丽和元朝的关系。那么开始第一次讲课了。第一课是作为导入部分来看一下原理关系的特殊性。第一课时的学习目标有2个。第一，了解原理关系在传统中韩关系中所具有的特征。第二，了解原理关系对日后中韩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历史上的中韩关系大体上呈现出如下样貌：两国结成形式上的君臣关系，相互保留自主性的同时开展和平交流。正因如此，今天的历史地图上2个国家之间作为独立国有着明确的界限。但是在今天相当一部分元朝东亚历史地图中，高丽是被包含在元朝版图里的。请看下列2幅地图。第一幅地图当中，深色部分是元朝版图，可以看到朝鲜半岛被整个包含在其中。第2幅地图当中，元朝与高丽是明确区分开的。那么哪幅地图才是确切反映事实的地图呢？在课前互动中，将对2个问题做出回答。第一个问题：传统的朝贡册封关系的性质为何？答案是朝贡国在形式上认同册封国的优越性，从而在实际上得以保障自身的自主性。第2个问题：原理关系有别于传统中韩关系的特征为何？答案是元朝深深地干涉到高丽的内政当中。下面进行第一课时的内容。历史上，中韩2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关系密切，双方的外交关系通常是以朝贡册封这一在名义上区分上下级的形式来呈现。这种关系的呈现方式如下：朝贡国韩国的国君在形式上承认册封过中国的皇帝之优越性，以此来保障自身实际的独立性。13至14世纪的原理关系因2国紧密相连，且元朝的政治影响力直接渗透进高丽，故与通常意义上的中韩关系有所区别。这一原理关系的形态在日后为朝明朝清关系所继承，对朝鲜王朝的对外认识和外交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结果是，朝鲜较之以前更加紧密地接受了对明对清的4大关系。
所以，原力关系为中韩两国的相互认识，为外交关系发生变化，提供了契机。从这一点而言，它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对第一课时的内容做以总结。在原力关系当中，高丽实际上存续于元朝，这是其特殊性。